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何孟华议员、陈志涵主任、尹乃菁小姐、翁小玲委员、张思刚议员。好，习近平哦，你会觉得好像这个有点错乱哈。那到底美国跟中国大陆怎么现在好像变了哈？是习近平讲说大国要讲平等法治，我觉得以前是美国人讲嘛，现在变成大陆讲，意思就是说你川普根本不讲平等，也不讲法治，乱来一通哦，跟个黑道一样哦。那英国首相8年来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啊，大陆外交部说，斯凯尔28到31天访问中国大陆啊，4天啊。那大陆商务部说，他率领了50多家英国企业高管啊，随着斯凯尔一起来访问哈。那另外呢，在访问前夕，斯凯尔说，他不会在美国跟中国之间选边站，那跟习近平会晤不会激怒川普。现在只要去跟习近平见面，川普就生气，加你税啊，报复你。所以他说，川普不会生气，我看还是会生气的哈。那他说他不选边啊，那连加拿大啊，只不过跟大陆签一个很简单的这个贸易协议啊，比如说大陆1年可以外销到加拿大好像48000、49000辆电动车，税率从100%降到6.1%，大陆进它的油菜花籽啊，跟英国人到大陆免签。也就这么简单，也不是什么加拿大人到大陆，也不是这个自由贸易协定，都不是啊。因为加拿大、美国跟墨西哥他们有一个 USMCA 这样的啊，就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那这样的协议了啊，所以他不可能跟这个大陆去签一个自由贸易协议嘛。川普都生气哦，加拿大到美国的产品加100%关税啊。所以呢，现在大家都怕说哦，到时候如果说这个跟习近平见面到大陆去，川普会生气。英国首相说不会，我们不选边啊。那《华尔街日报》说呢，川普抢格陵兰引起西方领袖的不安，所以他们现在纷纷到大陆去。以前拜登的时候呢，是打群架，把这些国家领袖连在一起对抗中国。那川普喜欢单独1对1啊，他觉得1对1他有优势，然后呢威胁这个威胁那个，所以大家都很害怕啊。那都希望呢跟大陆用大陆来平衡美国啦，包括欧洲、拉丁美洲都是这样啊。他们主要是避险哦。南韩总统李在明12月30号去，加拿大总理卡尼1月12号去，芬兰总理欧尔波1月22号去，英国首相斯凯尔1月27号去，乌拉圭总统也要1月26号去，德国总理梅尔茨2月底要去。你看，真的我看他忙死了哦，光接近这些外国元首也是很忙的哦。那美国驻大陆这个大陆的中国的大使说，川普邀习近平8或9月访美，因为习近平呢这个好像邀请川普4月去访美，所以经过这个4、5个月以后，邀习近平去访美，而且离美国的行政选举很近，我觉得这种也是帮川普去助选啊。那另外呢，说大家呢这个各国架叫做美中平衡木，两边希望平衡啊，这个不希望都倒到美国那边去啊。那到底情况怎么样？我们看一下。芬兰总理时隔17年再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芬兰总理欧尔波27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大陆央视转述习近平谈话，提到中方是冰雪大国，要与芬兰延续冰雪友谊，同时也说在国际社会，大国要带头讲平等、法治。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hose discussions on bilateral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current discussion on current issues, international issues with you. 芬兰是北极理事会成员，中国大陆则是理事会的观察员。在川普对于取得格陵兰控制权态度越来越激进之际，习近平接连和北极圈国家领袖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理欧尔波会面。美国的一些盟国直接受到美国的挑战，欧盟那些国家都知道，在今天的一个中美对抗里边，他们要寻求自己的利益。最近被视为挑战美国政府的加拿大总理卡尼与习近平会面后，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说，中等国家必须团结，抵抗咄咄逼人的超级大国胁迫。随后，川普扬言，加拿大如果和大陆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将施加100%关税。27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对外表示，川普已经和卡尼通过电话，卡尼愿意积极收回论坛上的部分言论。好吧，很多年前两岸的关系我就提到说，台湾
跟美国、中国之间应该采取等距那民进党现在是100%美国0大陆但这也不好。但是呢，你反正就是等距双方我们都对他们这个采取一个友好的态度现在看起来各国采取这个态度。来，这次呢，英国的首相施凯尔到中共大陆去访问，其实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讯息，就是在他庞大的60个人访问团里面英国的财相去了，他们的经贸大臣去了，但是他的外交大臣没有去。这个讯号呢就非常的明显，施凯尔的这次去呢是一个去政治化的一个访问行程，而且在时隔8年之后要来再重新的定义中国跟这个英国之间的关系。在过去这8年来，不管是芬兰的总理啦和加拿大的总理等等，他们都已经时隔了大概8年9年很长一段时间呢没有到中国大陆去，因为他们都跟着这个美国的脚步在采取一个所谓的自由民主的这样子的一个阵线呢，要把拉出一个所谓的非红供应链在道德跟这个价值的标准上面呢，要去排斥中国大陆。但是因为川普的这个行径呢，他等于是呢把这些的盟友呢奉送给这个中国大陆。川普呢他看不起他的盟国，他在他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呢贬义欧洲，说欧洲呢是已经衰落了然后对于他最重要的这个盟邦，就是加拿大这个他们两国的这个边境呢是连结在一起的，美加不是这样讲吗？对，是连结在一起的。然后时常是出言这个贬义动不动呢就叫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呢叫做州长我们的州长怎样，州长怎样第51州州长。对，在川普的这样的行径之下呢，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呢，其实是迎来了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遇我们现在就要仔细的观察这个施凯尔呢，这一次呢到中国大陆去，过去呢被英国呢常常挂在嘴边的什么人权民主价值在他这次此行会不会谈到黎智英的问题？他会不会谈新疆的人权的问题？会不会谈？如果说呢都没有谈，甚至于只是这样轻轻带过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英国呢这个作为老牌的这个国家它在这个外交上面呢以灵活呢这老狐狸著称就是他们选择了一条务实的路线，而也非常的符合加拿大总理呢卡尼在达沃斯论坛里面讲的，就是中等强国的国家，他们必须要团结起来在美国呢不讲究什么道义不讲究诚信的情形之下，中国可不可以成为在双方呢在一个去政治化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来寻求一个诚信的公平的贸易的一个新秩序。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大陆呢可以着力的一点这些国家呢最在意中国大陆的包括倾销啦、补贴啦如果说呢能够和比如说中国跟加拿大他们在有关于电动车达成的这些的协议，大家能够取得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公平贸易的交往原则的话，我觉得这是所谓的中等国家跟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呢展开一个不一样局面的合作的一个新的一个契机。我们看到在昨天的时候，欧盟跟这个印度呢达成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它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呢，就显示说，在美国去全球化，以美国为中心，动不动就拿关税呢来去惩治各国的情形之下，每个国家都要寻找出路就美国逼着其他国家联合起来了。来，翁委员。是这个我们过去常常讲这个美国是作为泱泱大国，它过去扮演的角色比较像是济弱扶倾。可是呢，曾几何时，你看它现在变成是全世界最霸道的国家，那反倒是中国大陆那边这习近平讲了说，我们这个大国是要讲平等、法治、合作、诚信。我觉得听起来就是非常讽刺，这过去不是都是美国所强调的价值吗？结果现在反倒是变成是中国大陆那边，他们就是才强调，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你总是要平等尊重然后签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协议条约也要有诚信不能出尔反尔，然后动不动就是拿高关税，或是拿一些这个一些话语来去威胁、去恐吓其他的国家。那么，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就是美国跟
大陆啊跟中国他们的角色的确在转换，那反而是过去我们像欧盟其他的一些国家，然后把美国视为盟友，他们现在发现这美国好像也靠不住了，所以纷纷的都要去拉拢中国。那么在之前我们看到法国总理也是到了大陆那里去，对，法国总统到了那里去参访，然后呢陆陆续续芬兰呢、英国呢，在去年好像德国也有去，所以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其他的国家现在也变得更聪明了，就像刚刚乃金姐讲的，大家现在都是走着务实的道路。如果说美国这边已经不能相信了，那我总是还是要为了自己国家经济利益各方面的发展，还是要去寻求一个更可靠的一个贸易关系。那当然，中国大陆这个时间点上面，他们的确是可以扮演好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看起来就是。美国它现在的这作风啊，自从之前谈的这高关税的条件，那但是他提出来了之后呢，又出尔反尔，而且处处就是要去抢夺其他国家的矿产资源啊、土地资源等等，这个其实在很多国家来说已经是很难接受，已经不能忍受了。你看他要去抢这个格陵兰的土地，在欧盟的国家，大家每一个国家都反对，但是他就是很阿爸。很强势的这个作风，然后你不听我的，我就跟你翻脸。在这样这个情况之下，那个我觉得看起来，这个美国现在川普的这样的一个作风，未来可能中国大陆会是一个最佳的获利者。就是美国其实变很多了因为我问过好几个，就是像算是我的这个前辈吧，的留美的当年我说奇怪啊，你们当年都是美国专家号称。写的书都赞美美国多好，要推广美国政策，怎么现在这美国批评那么大呢？他们就跟我讲说，现在美国不是我们当年留学的美国了，美国变很多了。想想也是，真的以前美国是站在世界正义的这一方，到很多国际组织，不管联合国、WHO 各种组织，他是老大哥，捐钱给人家，对不对？伸张正义那怎么现在变成都跟他要钱呢？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都退出联合国30几个组织 ，WHO 也退出了，这个也退出，那个也退出，这个合约也不签了，那个协定也毁弃了，然后关税不行就20%，不是50%、100%，连对加拿大都要抽他100%的关税。这个美国是已经大家不认识一个美国了，突然从一个慈眉善目、到处去布施、去伸张正义，变成个恶霸恃强凌弱，变成这样的一个美国了。美国怎么变成这样呢？事实上，我想欧美也知道，美国很多那种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都觉得丢脸死的。这美国怎么出这样的一个总统？那就是这样，那要怎样？需要再回来。好，美元贬到4年的低点，2022年以来最低的水准。所以被问川普被问了，说是不是已经过度贬值了？美国不是你要让美国更强大吗？他说这个走势很好因为呢，我们现在做生意看呢，美元价值表现非常好，贬值成了外销有什么不好呢？那另外呢，这个美国昨天对南韩加关税到25%，南韩股市昨天早上先跌1点多%，收盘涨2点多%，怎么会涨2点多%呢？几个理由，第一个呢，南韩人认为老美反正他口讲一讲算了，到最后呢虎头蛇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韩国去投资3500亿美金，他现在他怎么投资？他现在只要一把钱汇出去，韩币马上贬，韩币已经贬很多了，再贬物价又上涨了，因为贬值物价就可能上涨，韩国人受不了了，他要选举，他要搞政治他怎么弄？李在明吓死了，所以我一下叫我3500亿怎么汇到美国去，我怎么可能立刻汇呢？汇不出去的虽然1000亿美金是要做什么韩华造船厂等等，但他一下出不了嘛，他在今年上半年钱都不可能出去。第三个，国会有不同的意见，在野党跟执政党也有不同的意见，在野党要严审执政党就是比较放水，但在野党要严审，所以李在明昨天骂国会，说国会在扯后腿等等。那另外就是算了，我的这个原来20%变15%关税，现在好吧升到25%，因此我要。当然有些产业影响，现代汽车啦、半导体啦，这些会影响。但是对整体来讲，因为当我3500亿去美国以后，在南韩的投资就减少了，排挤嘛，
所以你要算算看，整体来讲到底怎么划得来划不来，不是只是想我从20变是15%，15%变25%，算算看到底是差多少钱嘛？因此我会贸易损失多少，但是因此我在国内的投资，我在其他的方面到底得到多少，这要算的，这不是嘴巴讲的，这不是喊价的哈。那另外呢，这个李在明说国会立法太慢了啊。那另外呢，说韩国媒体说政府2周以前有收到警告信了，说你赶快吧，怎么再拖呢？川普说我去年7月就跟你协议签好了，10月我还到韩国去，你们又重新的确认，怎么到现在1月都还没有呢？等等啊。那另外呢，川普这个施压南韩国会，韩国的学者说很少有行政部门去跟行政部门这个谈判，很少去对朋友的立法部门去管的，你管到国会呢？那所以呢，他们被怀疑是转移国内政治危机，因为最近明尼苏达啦、ACE 啦，前后打死2个37岁，一个男一个女啦。昨天这个在边境又把一个人打重伤，一个司机等等哈。那所以呢，韩国股市创高是说认为川普会退缩了哈。那另外果然，川普昨天态度就改变了，他说将跟南韩谈一谈，这个礼拜在华府会磋商，南韩也派了官员去了，所以看起来又没有要立刻实施哈。所以呢，这个赖清德也说，台湾国会立法院不要拖，问题是案子都还没来送来啊，什么叫拖呢？韩国是7月就送去，现在1月底了，真的这个半年了。台湾的案子没说，而且还没谈完呢。汽车到底关税怎样？到底农产品关税怎样？你问我，我真的不相信没谈，怎么可能不谈嘛？这是一个 package 一整体，怎么可能先谈了怎么来投资5000亿，2500亿加2500亿美金，没有谈汽车，没有谈农产品，还是不告诉我们，还是慢慢再释出讯息来，对吧？照理讲，怎么会不谈呢？不谈这是失职这很重要，怎么不谈？尤其农产品不重要吗？你光那边加老农年金什么，那有什么用啊？农产品到底怎样？不知道。那立法院怎么审？立法院现在审什么东西？有个东西可以审吗？没有个东西啊，不能跟你一个框架去审啊。我们看一下。美国11月将举行期中选举，美国总统川普却提前启动造势，他的第一站来到爱荷华州。上台开讲前，川普先是随着音乐摆动，看起来心情不错。You do know they're paid agitators, right? They're paid. We're also making America affordable again, a problem caused totally by the crooked Joe Biden administration. 这场造势演讲，川普开口闭口都是经济，恐怕就是因为 CNN 还有 SSRS 的最新民调，多数美国人都是对经济现状失望。The Americans want to focus on the economy and lowering prices. They don't want on the deportations, and right now, they think it's flipperoo. Hey, he started off in the positive territory at +6 points. But down he goes, down the slide into the ocean he goes, -20 points. 川普民调持续下降，似乎也让他有了危机感，提前启动选举造势。By the way, we have a great Fed chairman.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one. I'll announce it pretty soon. 不过，川普说，在他宣布联准会主席人选后，利率下降，美国经济就会好转。好吧，川普对南韩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宣布要把汽车、药品、木材和所有对等关税从谈好的15%调回25%。川普在贴文中点名，双方贸易协定谈妥后，美方依协议迅速调降关税，但韩方却慢半拍，国会迟未完成批准程序。 여기서 한국 국회 승인은 한국이 약속한 대미 투자를 이행하기 위해 국회 문턱을 넘어야 하는 대미 투자 특별법을 가리킨 걸로 보입니다. 去年10月底，韩美领袖峰会后，两国曾共同发表联合情况说明书，总结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其中一项内容便是韩方将对美方进行3500亿美元投资，换取美方下调税率。随后，执政党向国会提出对美投资特别法，美方也随即将汽车关税追溯下修至15%。只是时间已过2个月，却迟未闻国会动作消息。外界分析，这种消极作为惹怒川普，才会放话开闸。 청와대는 김용범 정책실장 주재로 대책회의를 소집했습니다.
청와대는 미국 측으로부터 공식 통보나 설명을 들은 건 없다고 밝혔습니다. 青瓦台事先并未收到通知，得知消息后紧急开会商讨对策，并派出目前正访问加拿大的产业通商资源部长金正官迅速赴美，与美国商务部进行协商。 지금 국회 입법 속도가 너무 느려가지고 지금 우리가 8개월 다 돼가는데 소위 정부의 기본적인 정책 방침에 대한 입법조차도 20%밖에 안 된다는 거 아닙니까? 目前美方并未说明提高关税的确切时间，川普是真的会采取行动，还是只为警告施压？南韩举国上下密切关注。那志刚怎么看？这个川普啊，现在对他的盟友就开地图炮，反正呢，谁不听我的，不顺我的意，甚至讲一些呢我不想听的话。 啊，基本上呢就是来一阵炮轰啊，用这个关税作为手段。但是你这样，你过去这些都是所谓的民主国家，川普不可能不知道，国会在每个民主国家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国会不民主啊，国会呢被一党操控，基本上就不能变成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话，我觉得是故意挑起某些争端。 然后呢，这些争端呢，让他在国内的这些焦点上面呢，来去做一些移转，或者说告诉大家说，我还是很努力在对外的这经贸谈判上面。所以他把两个主题，他造势者，他两个主题连在一起，一个是关税，第二是低物价。哦，因为他说这些关税进来之后，国内最近半年的物价有所降低，但是我们问很多美国的朋友，他们并没有感受到物价降低。 涨，还在涨，还在涨，涨很凶。然后吃一顿小费也不得了，对，吃一顿饭小费30%，哦，30%，鸡蛋都在涨，哦，鸡蛋都在涨。所以，但是你国内的态度跟你在川普国际行为基本上是两个对立的，往两个方向走。也就是说，你川普在做最多什么国际贸易施压，然后跟这些欧盟的国家、跟亚太这些国家开贸易战的时候，其实国内的民众对这事情已经心冷了。 已经没有感觉，不像是1年前，然后对这事情的高度关注，大家关注什么是 ICE 的执法的问题。看这几天美国的媒体全部在民调，就是 ICE 的执法是不是过当？其实60%以上都认为过当。然后呢，美国国内的这个物价飞涨的问题，当初他打败拜登就是说物价太高，但显然他接任之后物价也没有降下来。所以我觉得川普在内政上面基本上已经无力可施，他到处是用国民兵。 用各种的方式呢，然后压迫这个明尼苏达州州政府，他然后勉强跟他合作，但是在国际上开这些地图炮，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盟国也不买单啊。那南韩是因为多重原因，因为有国防的因素、安全的因素，还有这个北韩的各式各样的原因，让李在明很快的去解决这些问题。那相对欧洲这些国家，就显得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有点老神在在，大家就跟你一起联合起来，用时间去拖你川普，看你川普讲的会怎样。 所以英国首相那个斯卡尔说，他说谁会去放弃跟中国大陆这样这个第2大的市场来做生意呢？放弃这个不就是个笨蛋吗？所以现在大家也慢慢摸清楚他的脾气，就是你一时之间跟他对抗啊，一时之间跟他这个你一句我一言，其实坦白讲，对于本国利益来说，其实伤害不大，你相对的反而能激起国内的这个执政者在国内的凝聚力。 你看南韩的这些报章，事实上对川普也很反感，啊，也很反感。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就是川普一方面拿世界各国来砍头、来炮轰，但是他在国内却是民调低，所以世界各国也看到这个趋势，看这个川普的这个讲这些恫吓的话、威胁的话，坦白讲，大家就觉得观察2天再看看。休息一下再回来。